活全干了。作为一名皮肤科医生，今天想和大家说件可能颠覆认知的事儿。大家眼中只能当化肥的尿素，其实是我们皮肤自身就有的天然保湿剂。前几天在诊室坐诊，我给一位皮肤干燥脱皮的患者开了尿素霜，又给患有角化型足癣的患者开了尿素软膏，还建议一位灰指甲患者搭配高浓度尿素辅助治疗。旁边候诊的患者看到后忍不住问我：医生，这尿素不是养花用的肥料吗？涂在脸上身上真的可行吗？我笑着解释，你可能不知道，在咱们皮肤角质层里的天然保湿因子中，尿素是关键一员，它本就是皮肤维持水润的重要成分，而且现在用于皮肤护理和治疗的尿素都是工业合成的，纯度比天然提取的还要高，安全性有保障。只是很多人只了解它作为肥料的用途，不清楚在皮肤科领域，尿素早就成了能应对多种皮肤问题的全能选手。今天我就详细给大家讲讲尿素的隐藏技能，从日常保湿到皮肤疾病辅助治疗，再到不同浓度的选择方法、正确使用方式，以及它和凡士林的区别，都会一一说明。相信大家看完后会发现，有时候你们花几百块买的保湿霜，效果可能还不如10几块钱的尿素霜对症。先搞懂尿素凭什么能在皮肤科跨界封神，别被尿素这俩字吓着，它跟你印象里的肥料味、化学感完全两码事。早在1773年，科学家 Hiler Ruel 就从尿液里发现了尿素。后来 Friedrich Wöhler 用无机物合成出尿素，直接打破了有机物只能从生物体内提取的认知，堪称化学史上的里程碑。这也让尿素能大规模工业生产，纯度能到99%以上，才有了后来在皮肤科的广泛应用。但是他没有说过他很厉害啊。而它能被皮肤认账，核心是因为尿素本就是皮肤的自家人，角质层里的天然保湿因子，靠的就是尿素、乳酸这些成分抓水锁水，所以用含尿素的产品相当于给皮肤补原生保湿剂，比很多人工合成成分更贴合皮肤需求。洗水海绵、温和磨皮剂、止痒灭活器、药物助推器，具体到作用，说它是全能选手真不是夸张。这4个功能直接覆盖从日常护理到辅助治疗的需求。1. 当吸水海绵，比普通保湿霜更会抓水。尿素分子有极强的吸湿性，不光能从空气里抓水，还能把皮肤深层的水分拉到角质层，再牢牢锁在里面。而且它会跟角质层里的角蛋白结合，让干硬的角质变软，摸起来从砂质感变成丝绸感。我自己秋冬用含5%尿素的护手霜，洗手后不涂也不会像之前那样立刻紧绷，连指甲边缘的倒刺都少了很多。2. 当温和磨皮剂，10%浓度就能去角质，还不刺激。普通去角质产品要么靠酸剥脱，要么靠物理颗粒摩擦，敏感肌用着容易泛红。但尿素是靠松解角质细胞之间的连接，让老废角质自己掉下来，温和度直接拉满。不过得注意，只有浓度大于等于10%，尿素才有明显的去角质效果。像毛周角化、鱼鳞病，医生常推荐10%浓度的尿素霜，坚持用能把堵塞的毛孔打通，皮肤摸起来会光滑很多。3. 当止痒灭火器，干燥痒、湿疹痒都能救。用这身上干到挠出血，湿疹犯了痒的睡不着。很多时候不是过敏，是皮肤屏障破了，水分跑光了。尿素的强效保湿能直接补上水分，修复屏障，痒感会跟着减轻。而且它还有轻度的抗菌抗炎作用，能缓解皮肤的红肿痒，比单纯涂止痒药膏更治本。有个患者之前冬天腿上干痒，抓的全是小红点儿，用了10%的尿素霜，每天涂2次，1周就不怎么痒了，现在已经成了他的秋冬必备。4. 当药物助推器，帮药膏渗透，效果翻倍。皮肤科医生开药膏时，经常会搭配尿素产品，比如治湿疹的激素药膏，治脚气的抗真菌药膏。加了尿素之后，能让药膏更好的穿透角质层，直达病灶。原理很简单，尿素先把硬邦邦的角质软化，相当于给皮肤打开一扇门，让药物能更轻松的进去。很多复方药膏，比如尿素维 E 乳膏，就是直接把尿素和其他药效成分混在一起，省得自己搭配。关键来了，不同浓度的尿素用法天差地别。买尿素产品最容易踩的坑就是不管浓度乱买，3%的尿素霜用来治灰指甲纯属白费功夫，40%的尿素软膏直接涂脸，能把皮肤刺激得又红又痛。我给大家整理了一张尿素浓度用法表，照着买绝对不会错。划重点：
浓度越高，刺激性越强。像30%到40%的高浓度尿素，绝对不能自己随便用。之前有个读者自己买了40%的尿素软膏涂脚，结果因为皮肤有小伤口，涂完又痛又红，去医院才知道是刺激到了。如果是第一次用，哪怕是5%的低浓度，也建议先在耳后或手臂内侧涂一点，观察24小时没泛红、刺痛再大面积用。再解答2个高频疑问：尿素能长期用吗？跟凡士林选哪个？第一，尿素能长期用吗？会不会有依赖？很多人担心长期用尿素，皮肤会不会离不开？其实完全没必要。尿素的作用就像给皮肤喝水，停了之后，皮肤只是回到之前的状态，不会出现反跳，比如不会更干，不会更敏感。我自己是混干皮。秋冬会把含5%尿素的面霜当日常保湿用，用到春天换清爽护肤品，皮肤也没出现任何不适，反而因为长期用，角质层的锁水能力变好了，夏天出油都少了点。但要注意，如果是用10%以上的浓度治皮肤病，比如毛周、角化、湿疹等症状缓解后，建议换成低浓度的维持，别一直用高浓度的，毕竟去角质的功能用多了，也可能让皮肤屏障变脆弱。2. 尿素和凡士林到底选哪个？很多人纠结这俩的区别，其实用一个比喻就能懂。如果把皮肤屏障当成一堵墙，尿素是吸水加修墙，凡士林是在墙外涂一层防水膜。想补水、去角质、修复屏障，选尿素。比如皮肤干到脱皮儿、有小疙瘩、湿疹恢复期，想单纯锁水保护伤口，凡士林。比如冬天嘴唇干裂、手上有小伤口、宝宝红屁屁。要是皮肤又干又容易丢水，比如秋冬的小腿、足跟，还可以把2者搭配用。先涂尿素霜补水，等吸收后再涂一层凡士林锁水，保湿效果直接翻倍。最后提醒3个注意事项，别踩坑：避开破损皮肤，如果皮肤有伤口、糜烂、渗液，比如湿疹破了、脚气烂了，千万别用尿素产品，会刺激伤口，疼到你跳脚，还可能加重感染。别贪高浓度，不是浓度越高越好。比如涂脸只能用小于等于5%的，涂身体最多用到20%，30%到40%的必须在医生指导下用。注意副作用，少数人第一次用会有轻微刺痛、灼热感，通常几分钟就消失。如果持续发红、痒，甚至起疹子，赶紧停，可能是过敏了。写到最后想说一句话。很多人愿意花几百块买含各种贵妇成分的护肤品，却忽略了尿素这种老派成分。它不是没效果，是太便宜了，没人愿意花心思宣传。其实护肤的核心从来不是贵，而是对症。如果你的皮肤只是干燥、有小疙瘩，或者有轻微的湿疹、脚气，不妨试试10块钱的尿素霜，可能比你囤的大牌还好用。用过尿素产品的朋友，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用法和感受。如果有其他皮肤问题，也可以留言，咱们一起交流。如果你觉得本期内容对你有帮助，别忘了点赞、评论和订阅哦！你的支持是我们持续更新的动力。